悠悠，我是鲁特。还记得前阵子啊，在开车的时候，广播突然讲到有关环岛的主题。那鲁特那时候心中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活在台湾这么久了，自己的家都还没有好好的用一趟旅行来走完过，这样可以吗？于是呢，在那时候告诉自己说，如果自己有空的时候，也要来一场环岛之旅。所以这一次的环岛呢，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环岛。那在台湾开车环岛，老实说，固然舒服啊，因为在这种7月的炎炎夏日，可以躲在车子里面吹冷气，其实真的蛮诱人的。但是后来想一想，既然都要环岛了，当然要热血一点啊，就骑机车吧。那鲁特呢，本身也是一个特爱骑机车的人，因为骑机车跟开车相比呢，多了那一种挥洒汗水的感觉。那终于在今年的7月底呢，腾出大约有6天的时间，准备跟着小橘白一起来一趟环岛之旅。那在环岛前，老实说，并没有做太多的功课。但是呢，以现在的科技，手机还有导航这么发达的状态，万一迷路了，倒也不用太担心。Google Map 就是我们最好的伙伴。那只有简单的查了一下哪条公路的景色比较美，还有顺路呢有哪些景点。最后呢，这趟旅行决定用逆时针环岛的方式。因为只要是逆时针环岛呢，当我们骑到东半部的时候，海会在靠近我们的车道，也就是右边。这样边骑呢，可以边欣赏海景，以及要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可以离海更近一点，不用再跨越一个车道，会比较安全。在决定好路线以及停留的城市之后呢，就出发了。虽然说骑着小橘白呢，可以上快速道路，能替这趟旅程省下不少的体力还有时间，但是由于鲁特呢，这趟旅程呢是跟朋友一起同行的。那鲁特的朋友呢，骑的是白牌的速克达，所以就陪他一起走平面道路。每个人一定都会有过后悔的经验，对吧？但是时光不会倒流，谁能想到自己未来还有多少让人后悔的事情呢？于是呢，我们能把握的时间就是当下，出发吧！第一天环岛呢，由于朋友住林口，所以在凌晨的时候呢，他才出发。到台中的时候，大约是早上7点。怕他太累了，体力不支，就干脆先到鲁特家睡个3个小时，充个电之后再出发。到了大概11点的时候呢，这趟环岛之旅就正式宣布展开了。今天预定的目的地呢是到台南，往南走，鲁特选择走台17线。虽然说沿路补给站跟台1线比起来比较少，但是只要能远离市区还有红绿灯就是快。沿路的景点呢，首先来到了鹿港老街。不过当鲁特停好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阿姨上前来，知道我们在环岛，很热情的介绍我们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果然，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句话是真的。旅途才刚开始就遇到这么热情的人，也算是蛮幸运的吧。最后在鹿港吃个东西，在摸乳巷拍个照之后就离开了。实际骑在台17线，鲁特觉得这是一条很好骑的路线。在通过彰化到了云林后，沿路开始出现农村的那种稻田，有放松的感觉。刚好老天爷也非常的赏脸，天空很蓝，天气很好，准备带着好运一路骑到嘉义。途中经过加油站，也要注意流量。对于环岛的人来说，环岛最远的距离不是从淡水到垦丁，而是当你的油表已经在跳的时候呢，附近却没有加油站。不过骑着小橘白倒还算是蛮省油的。一桶油加满大概270块，大概200公里加一次油就 OK 了。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只要有看到加油站呢，鲁特就毫不犹豫的直接加满，加个油，顺便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毕竟在台中呢，很少有加油站旁边的景色是这么的漂亮。最后终于来到了东石渔港，迎来今天的第一餐痛风餐。吃饱喝足后，鲁特朋友已经体力不支了。凌晨从林口拼到台中，再从台中到嘉义，他也骑了8个小时的车，就在嘉义找饭店休息了。反正这趟旅行就是随性之旅，没有赶路的行程，想骑到哪就骑到哪，累了就路边找饭店休息。第二天一早呢，在饭店整理后，就准备前往今天的第一站——台湾的极西点国圣灯塔。从嘉义出发呢，大约要骑1个小时。路上简单加个油之后呢，骑着台17线就直接杀到了台南。不得不说，虽然 Google Map 很方便，路线指示的也很清楚，但是随着路越来越小条，而且呢，整路完全都没有看到一个人。不禁还是会怀疑一下 Google 小姐，最终还是抵挡不了疑心，停下来确认一下的路线。
不过幸好在确定路线正确无误之后，就直接勇往直前骑了。最终，终于在一个直线的尽头看到了今天的主角。可能是常年累月海风非常大，把沙子全部吹上来了。其实老实说，刚看到这一栋建筑物的时候呢，心中不免怀疑是不是跑错地方了，因为感觉就是超级荒凉的。但最后看到国盛灯塔4个字之后，心中的担忧呢也消失了。今天的天气呢，跟昨天一样是一个33度的高温，视野非常的清楚，一望无际的海洋非常的漂亮。离开国盛灯塔后，当然要到台南吃个有名的牛肉汤，到便利商店简单的休息一下之后，就准备去吃午餐了。虽然今天是平日，但是仍然排了15分钟才有位置，可见这个牛肉汤非同小可。吃饱喝足后，继续上路，一样骑着台17线经过高雄，来到了屏东。从枋寮接到台1线之后，继续往垦丁前进。在这边呢，体验到第一次边骑车边看到海。那种感动呢，是真的无法形容的。这时才理解到，原来别人说环岛会上瘾是真的。每一个转弯之后呢，都有惊喜。大海不管怎么看，就是看不腻。经过丰港后，接入台26线。骑机车环岛呢，有个好处就是，当看到路边有美景时，可以说停就停。累的时候呢，也不太需要花时间找车位。只是停车时还是要注意后方的来车，不要带给其他用路人不方便。在快到恒春时，就停在路边来一个长时间的休息，顺便拍一拍海景，放松一下。海洋、夕阳、蓝天、余晖，真的是在环岛的人的绝配。有这种美景的陪伴呢，要我待在这边待一整天，我也愿意。休息完了之后，就在准备骑进恒春市区的时候，小橘牌突然跳了油亮警示灯，离市区呢也只剩下不远的距离。但是，一路上经过3、4间加油站都没有提供98汽油，也就只能等朋友加满油，我在旁边看着夕阳。随着油量越来越少，油门也就跟着越来越不敢开。最后，终于在对向车道看到了98汽油的标志。台湾其实就是自己熟悉的地方，也不太需要紧张说找不到住的地方。就算真的没有房间了，所以 7-Eleven 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加满油后进入恒春市区，停在路边搜寻了一下今晚的住宿点。这趟旅行呢，就是骑到累了再找住的地方，也算蛮放松的啊，不用赶路。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买了杯咖啡之后，跟民宿的猫咪玩耍了一下。这只猫咪呢，是民宿老板娘从车子里面救出来的，还很小只，非常的可爱。到民宿当天，老板娘还极力的推荐我们把它认养走。不过呢，鲁特家里已经有养一只小美了，这个就交给有缘人处理啦。经过了之前来垦丁时吃过的包子，不过这次并没有停下来品尝。这次环岛呢，打算绕最大圈，并且到达4极点。第一个行程呢，就是到台湾的最南点。经过了之前来玩时住过的南湾，眼前的海这么近，真的很想要脱了衣服就直接下去玩。不过呢，这次是打算到基隆的时候再玩水，所以就只好隐恨了。下次环岛呢，一定要排一个垦丁玩水的行程。在经过鹅銮鼻公园后，再往前骑一点距离，就到了台湾的最南点。可能是因为今天是礼拜5的关系，还蛮多人来游玩的，所以就简单拍个照休息一下，就准备往下一个地点出发了。
离开台湾最南点后，迎接我们的就是龙盘草原。说真的，环岛如果经过垦丁，一定要骑台26绕到龙盘草原，那种骑在马路上，旁边有草原大海相伴的感觉，非常的舒服。一路上呢，车也算是蛮少的，可以很惬意的看海看个够。接下来准备从台26接到200甲，再接回台26到旭海。怕中途没油，于是看到加油站就毫不犹豫的加了。沿路的风景呢，非常的漂亮。才刚看完海，接着就来到了山路，算是海线、山线都玩到，也看到了。不过在骑到一半的时候呢，也会遇到道路施工，看起来像是在做拓宽的工程，只开放单向通行。也很感谢这些工人们在这种正中午30几度的高温下工作，辛苦他们了。最后抵达了旭海，当然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在这段路就是要慢慢骑来欣赏风景。坐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继续的上路。离开旭海后，骑着199县道，经过了寿卡，接回台26线，来到了南回公路。南回公路，鲁特个人觉得是全台最美的公路之一。高架桥的设计让用路人感觉就像在海面上开车、骑车一般，美景尽收眼底。一路骑着，有如快冲进海里一样，道路的尽头就是海的那种感觉。东部的海呢，就是有这种魔力。湛蓝的海水加上好天气，一路享受着这样的美景，算是环岛最大的动力来源吧。可惜的是呢，今天车子很多，加上南回公路也有道路施工，部分路段呢只开放单向通行，所以稍微停了一下，前方的车阵呢才继续移动。不过呢，要鲁特停在风景这么美的路上，就算是这种炎炎夏日，我也是心甘情愿。路上也慢慢骑来欣赏美景，也遇到非常热情的车友跟我们打招呼。离开南回公路后，从台9线左转进到太马里车站。很可惜的是，骑到这里的时候，时间已经接近了傍晚的5点多，光线有点不太足够。不然，如果从太马里车站往海那边望去，看到的景色是非常漂亮的。在这边拍个照、上个厕所之后，下一站是距离太马里车站非常近，真的是太马里隔壁的樱木平交道。实际到了现场之后呢，果然就是灌篮高手中的场景啊，只差对面没有晴子而已。鲁特这边非常推荐有经过台东的朋友们呢，一定也要从台9线转进去太马里车站，距离呢没有很远，又有景色可以看。环岛第4天，我们人在台东，今天天气一样很好。连4天都看得到蓝天，算是非常的幸运。今天呢，预计到花莲停留1个晚上，途中在休息的时候呢，遇到了在环半岛的车友。不过呢，他是临时起意，就想骑车，就出发了，没有任何的行李，就只有1台车，还有1个钱包。下次呢，也蛮想要体会看看直接出发的那种感觉，一定会非常的好玩。由于呢今天起得比较晚，所以中午呢干脆直接到东河肉包吃个包子果腹。
不过呢，到包子店的时候，时间刚好是12点，加上这一天又是个假日，可以看到呢，现场人山人海，大排长龙。当时肚子已经饿到受不了了，但还是乖乖的排队，也拿了宅配单，寄了一些包子给朋友。吃完包子，补充完体力之后，继续上路，沿着台11线经过了3仙台之后，来到了金刚大道。鲁特觉得金刚大道呢，算是一条比较难找的一条路。一开始跟着 Google Map 走错了一次路，又绕了出来。最后呢，才成功的找到了位置。转过几个路口后，终于来到了金刚大道。路真的比较难找一些，也有比较多路口要转弯。但是呢，在过了最后一个转弯后，一条笔直的大直线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眼前是山，不过云比较多，没办法看清楚全貌。两旁呢都是长度及腰的小草丛，不仅不会挡住视线，而且提供了非常棒的远眺的视野。一整片绿油油的，一望无际。往前骑了一下之后呢，就停在路边准备放松休息。但其实最棒的风景呢，是在回转之后往海的那一面看去。拍几张照之后呢，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金刚大道。途中经过北回归线的地标，代表着正式离开了台东，进入了花莲。在这边简单的上个厕所，补充水分，休息一下。在这种艳阳下骑车，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免得中暑了头昏昏的，影响了行车的安全。休息够了之后，继续上路。过了封冰箱，继续骑着台11线，到了 Seven 的封冰门市休息一下。这时候呢，鲁特的 GoPro 因为花东的景色太美了，录着录着，2张记忆卡就都满了，就决定呢在这边做一次长时间的休息，顺便把档案全部拉到电脑里面。经过了漫长的50分钟，终于成功的把档案全部拉到电脑里，就接着出发了。但是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开始下雨了。这次的旅途中，鲁特觉得哇，环岛就是一定要热血，所以呢，就直接连雨衣干脆也没带，就要学别人环岛了。下雨了呢，也是准备跟他雨战到底，反正背包有防水，全身湿也没关系。不过不得不说，花莲连下雨都是这么的美丽，眼前呢是大太阳，但是雨呢还是一直的洒下来。途中呢也遇到有骑自行车的朋友呢，在雨中奋战。幸好这场雨并没有下很久，算是一场局部阵雨而已。过了局部阵雨的范围之后，竟然连柏油路都是干的。不过到这边呢，并没有打算休息，怕到花莲的时间会太晚，就把风镜还有 GoPro 插一插，就继续骑了。到了水莲，简单的加个油后，继续赶路。骑过花莲大桥，准备进到花莲市区。那由于呢，这时候天色还算早，就决定到货柜星巴克休息一下，顺便找一下今晚的住宿。找到住宿后呢，就直接要去 check in 了。不知道是不是花莲人比较热情，一路上遇到许多人跟我们打招呼，真的感受到东部人的热情。不过打招呼的同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啦。最终抵达今天的住宿点，今天住的是背包客栈，都出来环岛了，当然要好好来认识新朋友。所以呢，最后就选择住了背包客栈。不过呢，鲁特已经很久没有睡这种像宿舍的背包客栈了，所以睡的呢还算蛮不习惯的。在这趟旅程里面，也就只睡了这一次的背包客栈，最后呢还是选择回去睡饭店。也在这边认识了一位来自北京单独自由行的女孩，还有一位在鹿野热气球活动打工换宿的新朋友。隔天起了个大早，
由于鲁特之前在花莲求学过，所以对花莲还算是熟悉，但是呢，也超过15年前的事了。所以这次回来看到花莲转变了很多，早上还是想先去吃个之前很爱吃的馒头起司蛋，实在是太怀念它的好滋味了，一口气直接吃了2个馒头夹蛋。吃饱有体力后，今天打算骑苏花公路到宜兰。在进到苏花前，鲁特注意到了右边有一位正在徒步环岛的帅哥，就停了下来跟他说声加油，并且要注意补充水分。毕竟呢，哇，今天也是30几度的高温啊。不过看到左边的云层有点厚也暗暗的，心中不免怕怕的。记得之前苏花只要有下雨，封路的几率就会很高，所以呢，只能心里拜托老天爷要下可以，等我们到宜兰之后再下吧。在经过这棵帅气的大树之后，正式进入了苏花公路。东部的公路鲁特都觉得很美，左边是峭壁，右边是美丽的大海，骑着骑着头都会不自觉地望向海景。当然还是要注意前方的路况才是最安全的。那在骑苏花的时候，鲁特其实并不太会超车，慢慢骑顺顺骑就好了。虽然云层很厚，不过幸好在苏花上的天气算还不错。比较可惜的是，车子今天非常多，没办法好好的拍到美景。在这种单线道超车，个人觉得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可能我们自身会注意车况，但是别人不一定会注意。加上三宝众多，还是宁愿慢慢来，也不要冒着生命危险抢快。跟着前方车流，注意前方的车辆速度就可以了。那当然，有时候还是会遇到很好心的驾驶，右边空了一大格要让我们过，也挥个手感谢他们的体谅。不过说真的，在山道，其实不管是在哪里都是啊，尽量还是不要从右边超车。在台湾啊，驾驶座在左边，左侧超车的死角比较少，驾驶人也比较容易注意到。另外呢，从右边超车的话，代表说我们会从路肩超车。那路肩的路况呢，通常会比较差。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不管在超车还是并线、变线之后，都要决定路况之后呢，同时给前后车辆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这才是最安全的方式。走完苏花的前半段，到 Seven 简单吃个午餐。相信便利商店呢，是许多骑机车长途旅行者的第二个家。吃饱喝足后，继续上路。随着天气越来越阴沉，心中不免越来越担心。不过幸好过了一个山头之后，天气就变晴了，实在是无法想象没穿雨衣骑苏花的情景。骑着骑着就来到了苏花改的入口，看着苏花改，但是却无法骑进去，算是蛮可惜的。毕竟今天如果有一条安全的隧道与一条头上可能会有落石掉下来的风险的道路让我们选择，不是挺好的吗？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旧苏花；下雨天多一个苏花改，可以让骑士们更安全。不过呢，今天虽然一开始天气阴阴的，但幸好到了下午的时候太阳又出来了，所以就直接选择旧苏花，顺便看个风景。中途顺便停下来休息，也看看在身旁的美景。毕竟东半部之旅已经快到了宜兰，是该好好把握剩下的美景。离开了花莲，进到了苏澳。今天的住宿点呢，打算住在离罗东夜市近一点的地方，就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走过去。最后选择了距离罗东夜市只有500公尺的饭店，方便我们晚上到罗东夜市吃吃喝喝一波。出发前当然要来吃个林场肉羹，距离上一次来吃已经超过10年了。不过不知道是太久没吃了，还是味道真的有变，总觉得比以前少了一点味。吃完肉羹后，这次环岛要绕最大圈，并且跑完4极点，所以并没有选择走北宜公路，直接从市区接到了台2线，打算直接到极东点三雕角灯塔。这次环岛的运气真的算很好，一路上都是30几度高温的好天气，骑车真的是会骑到全身流汗。但是呢，看到美丽的景色呢，就是赞。路上还跟一位超可爱的警察贝贝打招呼。
一路上有龟山岛的陪伴，很快的从台二线来到了三貂角灯塔。从三貂角上远眺大海，更觉得海景很美，一望无际。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海的原因。离开三貂角后，在路边的加油站加个油休息一下，不过并没有停留太久就启程了。一样骑着台二线，很快的来到了九份。阴阳海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景观，原本并没有打算绕到九份上面，但是呢临时兴起，不然上去黄金瀑布看看好了，就绕上去看了看，顺便拍个照。拍完照之后呢，离开了九份，进到了基隆。整个环岛行程里面，就只有看到海水，没有碰到海水，怎么可以呢？所以呢，就直接衣服脱光就下去潜水了。这趟环岛，公路跑了，山路跑了，海底也去了，算是非常物超所值的一次环岛。不过岸边的垃圾真的非常多，塑胶制品全部集中在岸边，也算是美中不足的地方了吧。也呼吁呢，大家垃圾不落地，还给海洋一个干净的环境。今天是环岛最后一天，准备从基隆骑回台中。不过由于朋友是北部人，所以今天的行程就只有鲁特一个人骑。一早又是一个超级大太阳的好天气，离市集点呢还剩一个富贵角，所以一样骑着台二线往北前进。从市区离开到靠近海边，这段路从原本市区的快节奏到放慢速度，也算是很惬意。右转进入富贵角灯塔后，从基隆的海洋大学骑到这边也骑了快1个小时，途中经过便利商店的时候也忘记买水，口真的非常渴。幸好在入口前有一个摊贩有贩售冷饮，立马买了一罐舒跑来补充水分。不得不说，从入口走到灯塔真的有些距离，走了大概快20分钟才抵达。简单拍个照之后，就想骑车吹风了，全身呢因为汗水连衣服都湿掉了，于是就赶紧准备出发回台中。路上经过了3支到了淡水，可能是因为平日的关系，车比较少，所以原本打算到台北市找朋友，但是呢想一想台北市的车应该是非常多吧，于是呢就却步了。经过关渡大桥时，由于今天只有鲁特一个人，所以呢就决定骑西滨回台中。不过一个转弯转错，上不了台64接西滨，所以只好从台15经过巴黎绕过去。骑在西滨上真的非常无聊，超级大直线真的会骑到自己怀疑人生。途中经过几个路口的时候，甚至还心里想着要不要绕回去骑台3线，但是呢，到台中最快的方式还是走西滨。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就硬着头皮继续骑。经过桃园来到新竹时，停了一下新竹南寮渔港的 7-Eleven， 这边是许多车友跑西滨的据点。简单补充水分，吃一点东西后就继续上路了。人吃饱喝足了，小橘白当然也要吃一下饭，加个油，继续骑西滨回台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环岛到了最后一天了，要回家了，心里会有一点不舍的感觉。说真的，鲁特心里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回过头来看自己在这趟旅行中的点点滴滴，
经算是非常充实的一趟旅行了。后来想了想，自己呢就住在台湾这么美丽的地方，要旅行随时都能出发。于是呢，在回程的路上，我已经决定了下一次的环岛。这样呢，不仅可以让那一种不舍的感觉消失，还会开始期待到了家之后规划下一次环岛。环岛会上瘾，这句话是真的。